哎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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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嘛？走开！怎么能对别人那么无礼呢？阿妈，有虎狼之奴，必有虎狼之主。怎么会是你？快请吧。上茶。是。一个没有主妇主持的家，可真是冷冷清清啊。习惯了。老爷，茶到了。啊，给我吧。其实皇上赏给你的长贵鹅也不错，挺善良的。如今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人都走了。可能皇上到现在还不知道你把长贵鹅赶走的事吧？是不知道。昨天皇上还问起。好在宫里宫外两重天，看来皇上永远不会知道的。我要是长贵鹅，我就再到皇上那儿去告一状，看你还能不能逍遥自在。我有逍遥自在吗？不过，我看长贵鹅像是要斩断凡尘的样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见过他？嗯。他在哪儿？他就在圣水庵。不对呀，京城所有的尼姑庵我都找过了，都说没有这人。那就是你心不诚了。他在圣水庵最后一间院子里修行，很少露面，因此几乎没有人知道。我没有见到他，但是觉得这个人来历可疑。问了很多人，也没有查到底细。就连住持老尼都说他是谁不重要，就连自己是谁尚且不知，倒关心起别人来。他果真是断了尘缘。你不是要去看他吗？去看他说什么呢？难道我还能把他拉回来不成？说的也是。可是你知道了他的下落，不去看他一眼，未免也太绝情了。沿海战事不利，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延平王的意思是，万一金门、厦门支撑不下去，我们还得退回台湾。茫茫大海顶得过100万刀兵，台湾缺铜炮、火药，粮食虽备了，可只能支撑半年呐。铜炮、火药可以从洋人手里去买，粮食要多征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在议事呢。议什么事啊？我在延平王那儿随便进出，偏偏你这儿规矩这么多。哼，没教养。监国大人啊，他怎么走了？事啊，就是啊。你有多大的事啊？非要密谈？你别见我就皱眉头，我又没欠你的钱。等你有难的时候，只有我才是你的救星。哎，你满口胡说些什么呀你？你大难临头了，你知道了吗？你能不能不闹啊？要是再闹，我叫人把你送走，我可管不了你。哎，我又没给你添麻烦。今天来，我可是有天大的事要告诉你。施世宗和施明良愿意投降，愿意受封了。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怎么能开玩笑呢？我能拿这么大的事跟你开玩笑吗？要不你派人问他一问，不就明白了吗？我和姚云一到，就劝降了施公子，这可是连父王都办不到的事啊！哎，我真是琢磨不透，你是怎么劝动他们的？哼，那你就不用管了。我今天来可不是表功的，是要告诉你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，是关系到你的。哟，不会是关系我性命的吧？哼，你要是再不加防范的话，迟早有人要砍下你的头。你越说越离谱了，谁砍我的头啊？唐飞、郑克爽还有冯锡范，他们迟早要篡权，就是这些人要杀掉你。可是我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呢？你不是监国吗？凭什么让你当监国？还不是因为你是长子，将来要继承王位。这些想夺权的人，能不把你当成眼中钉吗？哎，这些想法都是什么人给你灌输的？
我告诉你啊，那些人肯定是想从中挑拨离间，你不要上他们的当，记住，不要掺和政事。我可不是胡说啊！你想，唐妃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我能把这么大的黑锅往她脑袋上扣吗？哼！那你说，你的这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什么都没有听到，是我猜的。哼，简直是胡闹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哎，哎呦！建国大人，好消息呀！好消息，建国大人，好消息啊！我刚找过施世宗，那施世宗骨头到底软了，愿意投降，降表早就写好了。我一到，他就把这份降表交给我了。哎，这倒是一件天大的好事。不过这么大的事，我可做不了主。该怎么封他，怎么安置他，这是父王才说了算。你马上派一条船到金门去送降表，记住要快。多亏公主了，听白房子的人上上下下都说是公主劝降的。走啊！哎，你别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你就别闹了，我到父王那儿给你请功还不行吗？哎，你。好可怜的人，你找的人不在本安。不过你找他，他是知道的。我只想见到他，当面对他说一声对不起。善哉善哉，佛门宽厚，用不着说对不起。施主，请回吧。进来，周大爷，听说此次又是您送我回去啊？是啊，是啊，善始善终嘛。这回呀，我给你配了一些晕海丹，你吃了它呢，就不会晕船了。来，拿着。这可太好了，什么苦我都能吃，就是受不了晕船的滋味。哎，你快坐啊！哎，来的时候2个姑娘，走的时候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？这海葵姑娘她怎么不走啊？这是她的家，她往哪儿走啊？周大爷好像有事吧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史家少爷也想去送送你，可他又怕不方便，让我来问问你，明天到鹿耳门去送你，行不行？不必麻烦他了。他此时就在海边，他说那个地方你知道。你就告诉他，我没功夫。我走了啊。真是难得的好公子啊！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是想一狠心走了，可是又一想，咱们俩同命相连，虽不是一母所生，但毕竟是兄妹，我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又胡说！你总说我有难，我到底有什么难呢？你得洗耳恭听，我才能告诉你。
好，好，好，我洗耳恭听总行了吧？你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，那都是我给你的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！这不荒唐吗？我为什么要感谢你呢？我带你受苦受难10几年，我若不是命大的话，我早死了，死也是你的替死鬼。哼，海葵，我知道这么多年来，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吃了很多苦，可那都是意外呀，把你丢了，全家人都很心痛。可是你也不能把这件事情往我的身上扯呀！你相信这样的鬼话吗？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丢了，谁偷的？偷到哪儿去了？话是这么说，当年确实有很多不同的传闻，有的说你掉到海里淹死了，也有的说你叫奶娘给拐走了。听你这口气，你好像知道内情了。往奶娘身上栽赃，分明是阴谋。我当时小，什么都记不得了，可奶娘清楚，想瞒过她没那么容易，她可是见证人啊。我来告诉你吧，当年他们想害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你想啊，你若不在了，那唐妃的儿子郑克爽可就继承王位了。哼，可是他们慌张报错了人，把我当成你给抛弃了。这就是冯锡范为什么干坏事的原因。你想，冯锡范和郑克爽是什么关系？冯锡范是克爽的岳父啊，好像是克爽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指腹为婚的。在保郑克爽这一点上，唐妃和冯锡范是同盟，而且是利益攸关的。这些事情都是奶娘告诉你的？奶娘含辛茹苦抚养我10几年，直到临死才跟我说，是他们让她抱你下船，到妈祖庙去上香，说好了船在原地等着。可是她抱错了，抱着我上岛了，后来船就没影了。那这些事情，你跟父王说了吗？我跟他说没用。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一来呢，我当过你的替身；二来呢，我觉得他们不会放过你；三来，我想让你替我报仇。报仇？嗯。你想怎么报？你若是肯帮我的话，那就容易多了。先把害我的冯锡范抓住，然后隶属其罪状，把他杀掉。至于我的母亲嘛，她本意不是害我，但也够歹毒的，怎么处置她？我还没想好。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报仇也不应该如此报法啊！听你这话，你是不愿意帮我了？你不帮我算了。我单枪匹马也能杀掉仇人，只是费点周折而已。话也不是这么说，杀个把人确实不难，可是要想杀掉像冯锡范这样的人，就不容易了。你怕他？说怕也行。像冯锡范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他的亲信党羽遍布岛屿，有很多还是带兵打仗的将军。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：一只动百只摇啊！万一有一天我们打草惊蛇，把他的党羽全都给逼反了，那我们就不用清廷灭咱们了，自己就把自己给灭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的仇不用报了？也不是不用报，只是暂时没有到时候。你要稳住。这个仇，哥哥将来一定替你报，但不是现在。你手握重兵，居然被他给吓着了。海葵，你可千万要冷静啊！报仇的事情不能再向任何人提起，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呀。要不是为了报仇雪恨，我才不会认祖归宗呢。外面的人都羡慕我有如此显赫的根基，他们却不知这样的家族人情更冷漠，为了争夺权位，不惜杀死自己的亲人。这样的家，我一点都不留恋。海葵，今后你不管碰到多大的事情，都要跟哥哥说，哥哥一定会替你做主的。得了吧，你连报仇的事都不管，你还能管什么？你不是说不想来见我了吗？
挑理了，那我来的多余了。你明天就要走了，说不定此生此世不能再见面，请你陪我再坐一会儿吧。怎么不说话？说点什么吧。是你约我来的，你应当有话呀。想说的话很多，又一时不知道说什么。那就什么也别说。你听着浪涛喧哗，天地间一切都被包容了，听着大海的声音就够了。将来我们老的时候，我们还会想起这一切。这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我肯定转身就忘了。大海是可以忘记的，因为大海它可以重复。波涛去了又来，今天的涛声和昨天的不会有什么两样。人就不能。今天的我们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吗？你知道，多少年后，坐在这礁石上的人也不会知道，当年有一个施世宗和姚云曾在此逗留。上海依旧，人事皆非。我们不过是大千世界匆匆过客而已。不过你放心，好好保重，将来你是可以有作为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想再见你一面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好像再见不到你了。你真想再见到我吗？那我再来就是了。你其实不想走，至少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走，是吗？我留在台湾没有理由啊。那就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海葵是个火辣辣的姑娘，她侠肝义胆，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，对你是一见钟情。你千万不要辜负了她一片心意。我对她怎么样，不用你来指教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和她能结合？是不是？我只是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咱们先回去吧。你先走吧，我再待会儿。你是怕被海葵看见是不是？哎，我成了什么人了？可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那我先走了。父亲给施琅的信写好了吗？写好了。你不是要去送吗？正好康亲王的家眷要回京，你大半和他们一起走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啊？又写奏书呢？还是举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折子。我要是皇上啊，一定认为你与施琅有3亲6故，不然何以屡见呀？我记得您在布政使任上就向康亲王保举过施琅。别说我跟施琅无亲无故，就是有亲有故，也毫无客气呀。常言道，举贤不避亲嘛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屡见不允呢？是不是因为他儿子落在敌手而有所怀疑？这次倒比较明白。今年4月，兵部同意福建另设水师提督时，
父亲会同吴巡抚、杨提督挑选过可任水师提督的人选，皇上也批了依议速行。可是你们却说无合适人选。我替父亲起草过这个折子，应该没有记错，这是为什么？没错，我在折子里说，实在选不出懂水战的合适人选，请皇上在身边钦点一名。我虽然没明说，但意思到了，明眼人一听都明白。在皇上身边懂水战又当过水师提督的，除了施琅，还会有别人吗？这倒是用心良苦。可是后来皇上并未钦点施琅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听传来的消息说，倒是有可能调京口将军王之鼎来任福建水师提督啊。所以这次干脆就在奏书里直接点出施琅的名字了。施世宗真的接受封侯了，他弟弟也当上了抗苏镇总兵，深得延平王信任。这可是藏在敌人营垒中的一支骑兵啊！这可是我女儿的功劳啊！你冒了一次险也值得呀。没曾想你去了一趟台湾，真办成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啊！这样一来，皇上就更能信任施琅了。他儿子深入虎穴，随时准备里应外合，皇上没有理由不信任施琅来主持平台。哎，偷的锣敲不得呀，还是施世宗考虑长远。此事绝不能上奏皇上，一旦上奏皇上，朝中大臣在御前听证会上就会看到奏折，消息一旦泄露出去，那施公子就没命了。可是不说也有弊端，施世宗降敌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岂不是让施琅脸上无光吗？说的也是，可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也只有忍辱负重了。你记住，此事跟施公子单独联系，任何人不能让他知道，包括海葵。海葵毕竟是延平王的女儿啊。我曾答应过施世宗2件事，请父亲写2封信，一封给施公子，一封给他父亲。现在，终于可以兑现了。京城的事好办，由你专送。去台湾就得担风险了，海贼把海面封锁得那么严密，很难顺利过去。一旦此信落入他人之手，我们非但没能帮助施公子，反倒会害了他。不管去京城给内大臣府上送信，还是去台湾，都没有再合适的第2人选了。我想过了，只有我去最稳妥。你去京城可以，去台湾不行，太冒险了。你又不是朝廷命官。父亲不是说过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吗？你看看我们家，快家徒四壁了，有谁会把自己的7、8万两俸银全部捐出去用于招降呢？父亲在女儿心目中，为了国家社稷，是什么都能豁出去的，还能在乎一个女儿吗？我的女儿岂是几万两银子能换得来的？我若真想去，我看你也看不住。你不是说着玩的吧？父亲，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我和海葵的关系就是最好的遮掩。只有我去送这封信，才不会惹人怀疑，也最安全。他们真的不知你是我的女儿？从没有暴露过。施世宗一个人在敌营里身孤力单，只有我在旁边，万事有人商量，也好及时跟父亲联络。这事儿只有你和我知道，别人是无法替代的。云儿，你是不是看上施公子了？父亲在说什么呀？想哪儿去了？施世宗倒是个有为之人呐。哎，又来了，不准提这事儿了。不提了。我也不急着马上去台湾，那是不是该收拾收拾进京了？
我女儿要是个须眉男子，定能干出一番丰功伟业来。啊，爹。啊。 吃点东西吧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你们男人都这样。我只是为良心而来，而并非是欠他的感情。当初，如若不是我答应娶她，也不至于把她害了。你还是不懂他的心。他说，如果能赢得你的心，那就是最幸福的了。这么说，你见过他了？ 他为什么唯独不愿意见我？他不会见你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除非你接他回去过日子，把他像当心上人一样对待，你能做到吗？这个问题，你完全可以替我回答。那你来干什么？觉得人家可怜，说几句不咸不淡的安慰话，洒几滴同情的眼泪，谁稀罕？ 你这样挖苦我倒真是无地自容了。其实啊，我也就是真的想当面跟他说一声对不起。让你这么一说，我反倒惭愧了，真该马上走人。如果不是你告诉我他在这圣水庵削发为尼，我也不至于照你这么奚落了。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，反倒怪起我来了？ 对于常桂娥来说，我的同情她能接受，只是不能接受你的。这个我明白。我要是常桂娥，我就穿着法衣闯皇宫告御状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也只好认了，藐视皇上的大罪。那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呀！女人啊！ 都比你们男人强，你们首先想的就是自己的乌纱帽，还有《道德经》。你看你，我在这守候了2天，人没见着，反倒让你给训斥了一顿。你还委屈了？那人家常桂娥委不委屈？其实你就是要她一句话，说她原谅你了，你就心安了，不做噩梦了，不受良心谴责了，对不对？我看常桂娥不见你，她就是不能让你良心稍安。 一辈子都难受。好，我原本以为你是一片好心，帮我来找常桂娥的，原来你和她一样，只是为了惩罚我。知道就好。当初你犯了2大过失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过失？第一，你不该隐瞒你和我之间的事。你要是明说，皇上那么英明，他能不成全吗？ 你害了自己，也害了我。即便你不敢说，那你也不该违心答应和常桂娥的亲事啊！你这是又害了一个人，一件错事害了3个人。你说，你不可恨吗？是可恨。这么说，你也不会嫁给我了。这桩公案未了，你还敢再娶啊？ 那皇上能饶了你吗？依我看，除非常桂娥主动向皇上表明，她是自愿出家的。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也许这一切都是天意啊。哎呀，大人，姚大人，
大人在此助民，对台湾海贼可大有震慑呀。请。大人，听说你任总督之后，在这漳州开了个修来馆。大人知道我是主剿的，既然朝廷主府，那么剿抚并用也可以。设立修来馆，就是用来招降海贼人马的。这1年多来成效颇丰啊。海贼是强弩之末呀，被姚大人瓦解得七零八落，已丧了元气啊。哎呀，不敢，请大人请上茶。是。听说姚大人招降他们花了不少银子。是啊，这1年多来招降的海贼人马有1万多人，投诚的士兵赏银50两，官员200两或者更多。大人知道花了多少银子吗？50万两。除了我的家资，全是各地富绅和官员认捐的，没动过府库1分1毫啊。听说姚大人您自己也捐了不少银子。居功王室，干不尽心。说得好啊！现如今像您这样的官员可不多哟。巴西宁海将军拉哈达大人到，福建巡抚吴大人到，福建提督杨大人到。姚大人，来，见过赖塔大人。大人，各位大人都到了，我们来商议商议如何拿下金门、厦门。请。适才我和将军商定，各位兵分3路，合围金门、厦门。有人说本爵主降，这是往我头上泼脏水啊！本爵世受国恩，岂会卖主求荣？其实我的想法和皇上是一致的，只要贼人不作乱，给他点甜头，也未尝不可呀。此次皇上决心收复金门、厦门，要把海贼从金门、厦门彻底赶走，剿抚之争不必再谈。望各位将军和衷共济，尽心尽力，重挫海贼，将他们赶下海去，在此一举。共勉。是。贝勒爷，贝勒爷，哎呀，我这次从京城到福建来，就是来剿你们的。你倒好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你就不怕我杀你的头啊？我和贝勒爷已经是老熟人了，怎么动不动就提着杀头呢？我千里迢迢打台湾来，怎么不听我说2句？贝勒爷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呀！坐吧。请贝勒爷笑纳。1万两。哼，好啊。我军将士正缺银子呢，你这1万两银子来的正是时候啊！送我银子，让我军将士吃饱了肚子，然后再来打你们。哎呀，贝勒爷，我们延平王既然肯送银子给贝勒爷，这心意已到。至于爵爷怎么用，那就是贝勒爷您的事儿了。愿意扔出去填大海，这也是贝勒爷您的事儿了。哼，这话实在。别拐弯抹角的了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听说你们最近在选福建水师提督，有这么回事吧？我明白了，你来还是有目的的。
你这次来又是为施琅而来的吧？你们怎么就这么怕他呀？贝勒爷正好说反了，我们怕他干什么呀？他的儿子施世宗在我们那儿封了侯，他的侄儿在我们那儿也是总镇。即便你让他当了水师提督，他会用心去打吗？啊，贝勒爷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是不是？老子3番5次的上书，要剿海贼，可悲呀！他的儿子却与仇敌同流合污了。何止是同流合污啊，简直是戮力同心、肝脑涂地的去卖命啊！贝勒爷，施世宗就要上阵了。上阵？对呀，他要请缨带兵来剿灭大人您呐！真的？真的。怎么样？这事挺有意思吧？挺有意思。这要是让皇上知道喽，就更有意思了。来，坐吧，请吧。行。你是什么人？几品官啊？他叔父是中书书画。哼，谁都知道，连中书都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，何况你只是他的侄子。上回你们派来的知府，好歹还加了个太常侍卿衔呢，这也太小瞧我们了吧？哼，谈判讲的是条件与诚信，与代表官大小有何关系？一介布衣一样代表朝廷。我方才开宗明义的已经说过了，本人是大清朝廷康亲王亲自遣来的使者。康亲王是坐镇福建讨伐你们的最高统帅，这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你既然能做主，这当然好。谈谈你的条件吧。哼，我劝你们能幡然悔悟。此前姚大人曾给过你们一封函谕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。你们若能卸甲释兵，不再对抗朝廷，可免沿海百姓生灵涂炭。这对你们也好。生灵涂不涂炭我们不管，你们不就是想要金门厦门吗？上次姚启圣派使者来，我们已经回答了。海城乃厦门门户，我们绝不交出。你们以武力攻打好了，谈判是要不去的。你让他说说此次来谈的条件也好。如贵藩以庐墓桑梓，黎民百姓为念，故能释甲东归，可以按不登岸来对待。康亲王答应代为提请，可永结示好，做平藩重臣，这不是你们所求望的吗？还有什么疑惑？我们的让步已经到家了。你说的释甲东归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必须退守台湾，以澎湖为界，通商贸易。照你这么说，这海城、金门和厦门，
都得让出来吗？不错。哈，这几个地方不让，其他的答应。那绝不可能。好好，众位息怒，众位息怒。哎呀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这样？众位息怒。大家先不要把话说死，回头我向延平王禀报，再做进一步的商洽，你看如何？可以。